はい、失礼します。川，你好不好？其实都很正常嘞，我看就先住院观察一下哈，那可能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，然后照会这个精神科医师哈，有可能是忧郁症啊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没有房间住吗？再过2天，我的病房会空出来，到时候你还是没有房间的话，可以去住我的房间。恁阿嬷咧，坐这车要想要坐船咧，摇来害去。啊，厝仔出代志哦，公司嘛派一个较大台车甲载，个人家己开，个人钱伫咧食，对伊肉体敢有帮助？看伊安尼哦，真足毋甘的啦。早知道就莫来。是都靠北。当初也是你说要来的，
反正就是2个人送阿川回来就好了，硬要挤进来，说什么台北很闷，要出来透透气。我那时候是不是跟你讲，坐在后面会很挤，有没有？说没关系，看风景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还说什么？晚上绕去台中看女人头光光爬蜘蛛网。妈的，蜘蛛网没看到，你就在那边唧唧歪歪。事情到底怎么开始的？就前几天阿川在餐厅工作的时候，突然倒下来了。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他这一阵子变得比较安静一点。不过前几个礼拜吧，有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，我们从阿川的房间听到很奇怪的声音，就打开门一看，我们看到阿川在用拳头打自己的头，一直打。然后隔天早上我问他，他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印象。这2天也有同事说看到阿川在餐厅的厕所里面做类似的事情。那昨天阿川在医院观察，我们上班就比较忙，没有办法陪他。趁今天平日，我们老板就说要不要赶快把阿川送回来，这样子。你们老板真的很好，事情一发生就把他送回来。川，起来吃点东西咯。哎，川，来，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你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耶，来，吃一点啊。川，你听到我在叫你吗？这边洒水，没什么好帮忙的，你先回去吧，顺便看一下你弟弟醒了没有。爸，你知道昨天晚上川已经爬起来吃东西了。
他把冰箱里的整锅冷稀饭都吃掉了。你们要帮他热一下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走过去。爸，爸，我觉得川怪怪的。为什么怪怪的？我回到家都已经3天了，然后我煮东西给他吃，他都不吃，然后自己半夜爬起来吃东西，这不是很怪吗？你就这么个弟弟而已，千万不要说他怪怪的。要不你把行李收一收，先回台北去，收以前陪一下弟弟，以后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想害我。她是你姐姐，为什么害你？老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那你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看这身体空着，我就住进来了。阿川在哪里？他走了。他说他要过一阵子才会回来。你有碰到他吗？有啊，他离开的时候啊，在哪里？在路上啊。王贝贝，有没有人在啊？王贝贝。王贝贝，王贝贝，王贝贝，同学，你们在干嘛？一直听到有声音，也不来开门。王贝贝嘞？
哎，同学，你回来几天啦？电话也不会打一个。小吴，你怎么跑来了？王贝没有，我在门口敲门敲很久嘞。我这里面洗澡没听到。洗澡？王贝，你洗澡怎么袜子不脱啊？啊，那个小云姐姐呢？回去了吗？来了3天了，也该回去了，下午走的。王贝贝，这是血啊！你杀鸡啦？对啊，下午杀了一只鸡，晚上要给它穿补一下。那这个血怎么弄到桌子上来啦？本来要做鸡血糕的，不小心打翻了，都打翻啦？还剩下半碗。那够做鸡血糕吗？够。哎，王贝，我最爱吃你的鸡血糕了。以前我来家里吃饭啦，我跟那个阿川只有鸡血糕，我们就抢光光。你吃过晚饭没有？还没有哎。我应该饿了哈。我忙了一天了，什么都没吃啊。好，那你赶快回去吃晚饭吧。来，起来，啊起来，来，回去了，回去了哈。我回去吃晚饭。对，下次再来。哦，那我过几天再来看你啊。王先生，怎么样啊？最近睡得不是很好，半夜常常会起来。有什么事情在烦恼吗？没有哎。啊，那应该是年纪大了。哦，我开一些药给你吃哈。请问是安眠药吗？你为什么这样问？我有买了吃过，效果也不是很好。哪里买的？我家附近的小药房。你叫那个老板要小心哦。哦，没有医师处方，随便卖药给病人哦，老是做不完的啊。我看这样啦，我就多开一些给你啊，但是你不要一次吃太多，先吃个半颗
如果还不行，再加半颗啊。吴医师，怎么样加太多1、2颗就很多了。多了会怎么样？可以让一头牛睡个好几天。如果是很懒的牛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要问我？吴医师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个朋友的小孩最近变得怪怪的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识了，讲话也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看是你的小孩吧？是朋友的小孩。那就叫他自己带小孩来看啊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基本上这个小孩跟我还蛮亲的。如果是精神疾病哦，还是要带小孩来检查啊。什么是精神方面的疾病？基本上啊，我们把那个精神疾病患者称作漂泊的灵魂啊。但是广义上来讲啊，像是外遇、心术不正，或是灵界上的兄弟姐妹都算了。这种病会好吗？外遇跟心术不正吃药是不会好的啦啊。可是精神疾病是要用药物来控制的，但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啦，比如说梦遗啦、梦游啦、变胖啦还有可能会跑去变性啊。可是你说基本上病因解决了吗？老实说很难讲啊。
怎么不讲一声就跑来了？小云不是刚回去吗？我打电话到家里面来，家里面一直没人接啊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你今年兰花开得怎么样？今年的花开晚了，会有影响吗？还好。爸，你为什么把阿川放在小屋里啊？阿川生病了，摆在这边我就近好照顾。严重吗？还好，医生说要多休养。爸，小云还没有回到家。小云3天前就回去了。她出门的时候也是跟我说3天，可是我昨天开始打电话，一直没有人接啊。那你怎么昨天才开始打电话啦？前2天比较忙。生意做好大哦，忙得连老婆不见都不知道，还夹个包包，什么东西嘛？爸，我来不是听你讲这些，我是来跟你讲说小云不见了，我打电话找不到她，我很担心她，好不好？我昨天一直打电话没有人接，到晚上好啦，有一通有人接了，可是不讲话，电话里面就是一个男人的呼吸声啊。这讲什么啊？爸，我没有怀疑小云的意思，我是担心她出事了。我打给你看，奇怪，电话也不接，然后都没有人。爸，好像是小云的铃声哎。你老婆死了3天了，你现在才来找，我操你妈！原本我以为你会好好照顾小云，我就这么个女儿而已。把东西给我，把手机给我。为什么拿着手机？拜托你折断好了，我无所谓的。什么？我拿他手机，手机就在地上啊。为什么会在地上？那天你是不是用拖板车把那女的载上来？然后你把她放在哪里？是不是放到小屋里来？你大概是怕挖坑的时候被人看见吧？当然，
我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这个样子，因为这么晚了，这里根本不会有人来的。然后你就出去挖坑了，坑挖在哪里我不知道。然后你就把它抱出去埋了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把它抱起来的过程当中，手机掉出来了？王八蛋！老先生，我只是用猜的。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根本不应该怪我的。老李，我等一下过去跟你借一下小怪手，好不好？我兰花园的土又摊了，我挖一挖，明天早上就还你了。谢谢。
为什么你的看起来比较好吃？你知不知道你红烧肉酱油放太多了，肉的部位也买错了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我在开车，我为了要节省时间，弯进了一个山路里面。开了一段时间，我看到3个人。他们身上背着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猎枪吧。突然，他们3个人回头跟我招手，好像是要搭便车的样子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是你，在荒山野外，你会让他们上车吗？那你后来要让他们搭吗？我后来就被你挖土机的声音吵醒了。其实你知道，你可以叫我起来的。因为2个人一起弄，速度会比较快。老水，在干什么？老水，你记不记得那个你很讨厌那个黄老师？我上次有遇到他，他跟我提起你恶作剧的事。你记不记得有一天，就把我拉到厕所，然后你铺一张报纸在地上。然后就在报纸上面搭了一坨，然后用报纸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对折再对折，然后就把我拉到那个黄老师的门口，按电铃，然后把那个东西放在他的门口地上，然后你还在上面点火，然后就把我拉到旁边去偷看。就那黄老师出来啊，然后就看到地上有火，然后他就用脚一直踩那一坨报纸。等我一下哦，好。
记得这个吗？我们小时候一起赢回来的弹珠啊。那个时候你不敢带回去，也不让我带回去，后来我们就埋在那里，大概埋了20几年了吧。那个时候我们常来这个小屋玩啊。后来你妈走了以后，我们就很少来这里了。之后你就出去工作了，就很少回来了。我还是常常回来这里看看你爸爸好不好，顺便看看你有没有回来。我没有烟嘞，刚那是我最后一支。可是那个掉在地上哎。哦。
得找我。没有，反正没差，我也要找你。你谁啊？连你都不认识我的话，那就没有人认识了。你就叫我送信的好了。送什么信？从森林另外一端来的口信。什么口信？阿川说，他短时间不回来了，你就先待着吧。我没有要走啊。还有呢？就这样。你有什么口信要我带走吗？不用，有事我自己会找他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喂，王先生吗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我这里是台北中正2分局，我姓杨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么晚打电话给你。什么事情？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你女婿和你女儿的事吗？我知道他们不见好几天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女婿的家人也打电话来问过。你女婿有来过吗？没有，他只打过电话给我。什么时候打给你的？大概30天前吧。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要去哪里啊？没有，他只会说小云到现在还没回家。你知道你女儿会去哪里吗？坦白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你有跟你女儿通过电话吗？有，我打过给他，但是没有人接。你会不会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？当然会啊。那你觉得他们会出什么事呢？郑小祖先生，你这么问我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他们有跟人结怨，或者是有财务上的压力吗？应该没有。那好吧，王先生，如果他们两个人有进一步的消息，请你尽快跟我们联络。知道了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最近有睡好吗？还可以啊。你嘴巴怎么了？我这2天舌头长了泡泡。嘴巴让我看一下。舌头伸出来，再出来一点。没事。老先生，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前几天在睡觉的时候，有个人一直盯着我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啊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可以乱跑，不可以乱讲话。今天怎么多一个人呢？这几天我儿子休假回家，
这家没事就陪着我过来了。哦，王先怎么样？这几天睡得还好吧？还好，但是最近有几次我醒来的时候，好像人在别的地方。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是记得我上床睡觉，但是醒来人就在别的地方，中间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。吃药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啊，应该是你体质的关系。我再把药的剂量调整一下啊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吴医师，还记不记得我上次问你我朋友小孩的事情？你说那个漂泊的灵魂。Miss 黄，你把这个拿到那个档案室啊，顺便帮我订一盒水饺。那你要牛肉还是猪肉？牛肉水饺。好啊。你昨天才吃牛肉面。哦，那猪肉啊。好。他出了什么问题？他突然不认识我了。他会自言自语或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吗？他不是那种顶着锅子走在路上边走路边自言自语的人。他有攻击任何人吗？没有，他完全没有攻击任何人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就我和他，还有一个女儿。太太呢？20年前过世了。因为生病吗？吴医师，你问这些和我儿子的病有什么关联？精神疾病往往和家族是有关联的。他是生病没错，可是他不是生病死的。什么？他是自杀死的。是忧郁症吗？不是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生病咳嗽，我以为是普通感冒，医生也看了，药也吃了，就是不见好转。后来才发觉是血癌，在医院折腾了好几个月。后来他在医院待不下去了，回到家后病情也没有好转，就这么拖着。有一天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。小孩子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是我发觉的。你儿子那时候几岁啊？那时候他大概小学3年级吧。妈妈走了，谁照顾他？就我自己啊。不过大部分时间是他姐姐帮忙照顾的。那姐姐呢？嫁人喽。你儿子有在工作吗？有啊。有什么挫折吗？我不是很清楚。这几年他很少回家，也完全不跟家里联络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他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？你是说，有时候你会以为他已经死了？我完全不觉得他已经死了，我只是在想，他是不是不见了？你有在怕什么东西吗？平常有听到有人跟你讲什么，或者是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情吗？你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？
如果你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你的幻觉。包括你吗？送信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捡树枝啊。这种地方树枝怎么可能捡得完？对啊，当然捡不完了，就和你的念头一样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要到哪去？找人啊！找谁？阿川。找他干什么？他爸的事情。他爸怎么了？状况不太好。你要帮他？我没办法。什么叫没有办法呀？事情都已经这样了。你真要找他？这什么？井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为什么要盖起来？不盖起来，晚上有人经过掉下去怎么办？这井很深吗？这井有底吗？你这个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你认知里头，这世界上每一个东西都有底，是不是啊？那是井通往哪里？你不是要找人吗？你的意思是叫我跳下去？不然我打开它干什么？那我下去之后要怎么找到他？下去之后就知道了。那我要怎么上来？先生，我只是帮你指路而已。
感觉上你好像做了很长的一个梦。我梦到你儿子跟你太太就在山上的小屋。他们在梦里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你是不是杀过人啊？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我是说更早之前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我看见你儿子哭着对你太太说：“我看到了。”大概是阿川9岁的时候，他妈妈生病住院，待了一阵子。他跟我说他要搬回山上，我就说那就回来吧。回来没多久，他就搬到山上小屋去住，就是你住的小屋。他是不想让自己影响家人的生活。其实他回去后也没怎么好转。有一天，他妈妈突然跟我说，他想走了，希望我帮他。没有人怀疑吗？有啊，这是阿川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觉得他处处躲着我。为什么阿川会怀疑？那天我离开小屋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阿川看着小屋的方向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还是回小屋睡吧，在这里我不习惯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跑。哎，他身上种什么鬼东西啊？哦，种兰花。那山下来，他家门口种什么？哦，那是果树啦。可是王杯中风以后，他就把那些都包给别人做了。我警告你啊，前面那个地方拐弯，如果再走20分钟的话，我动用所有的关系把你调到山下去当交通队，我让你干一辈子交通警察。不，没有，这拐过去就到了。你快点啦！我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要把你给调下去，我让你干一辈子交警。所以杨警官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就在这里啦。这叫什么路啊？他妈的什么路啊？这人走的。这老头怎么会住这个地方？等我一下。哦。就是这儿。
什么鬼地方啊？哎，你的大脑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边明明就有一条路，你干嘛要我带着死路走啊？不是，这条路早就崩坏啦，那都泥巴地很滑，车子上不来啊。这块土怎么是新的？啊？这可能是王贝贝翻的吧？放屁！他一个人搞得动啊？这个要没有工具的话，那怎么可以弄成这个样子呢？哎，小郭，王贝，你怎么从上面下来啊？今天比较空，上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水管破裂什么的。哦，这个是王先生你好，我是跟你通过电话那个杨警官，你记得吧？记得。是这样子的，你女婿家的人呢，跑到我们警察局来了几趟，所以我今天亲自上来，想请教你几个问题。你女婿他到底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没有。没有。我记得我们上次通电话的时候，你有跟我说，他有打电话给你，他那时候有没有说他人在什么地方？没有。你女儿什么时候回去了？小云是搭礼拜一下午4点25分那班车。你看见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她是礼拜一下午回去的？因为那天早上我看到小云还在啊，然后下午3点多我回去消防演习，傍晚再来看王贝贝的时候，王贝就说他已经下去了。那天下午也就只有那么一班嘛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王先生，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可能不太礼貌，你别介意啊。你女儿和你女婿之间，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？应该不是很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女儿，我多少看得出来她是不是幸福。他们之间的财务状况怎么样？应该是还好，但是也不会太好。什么叫做应该还好，又不是太好呢？工作方面，两个人都有收入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而女婿那台车从6、7年结婚以前开到现在，还是那一台，所以经济状况应该不是很好。哦，那这么说，你有见过那台车了？你是不是有见过他那台车啊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还开那台车呢？山上的生活很艰苦吧？不容易啊。哦，对了，你看看，这个是不是你女婿的车啊？应该是吧。我们最近花了很多的时间，调阅了全省的收费站里的监视器，发现到你女婿的这个车子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是民间收费站，他行驶的方向是由北向南，时间呢是上个星期4的上午，也就是说往这个山区里面来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调了他们的通联记录，那记录上面显示最后一次通话的时间是上个星期4的下午，是你女婿打给你女儿的，但是发话的地区刚好也是在这个山区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当然了，严格讲起来，我是不相信你和你女儿失踪这个案子呢是有什么关联的。我来之前不相信，现在当然也不会相信。要不然你看，我今天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？我就是因为要上来跟你聊一下
然后还得马上赶下山去，到台中啊，去吃我一个朋友的喜酒。我这鞋新买的，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昨天才买的。哎，说实在的，王先生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呢，你就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不会去为难你的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儿子？好像你女儿上山来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要照顾他的嘛。我可不可以跟他谈一谈？他生病了，应该不是很方便。王先生，这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。你看我大老远的这么有诚意的，拼了老命从山底下爬上来，搞成这个样子，我不过就是跟他谈一谈，不会花多少时间的，真的。那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？哦，因为阿川住在里面啊。阿川？阿川就是他的小儿子是吧？啊？小吴，小吴，你是不是在山上住久了，听不懂我讲话？我说是不是他的儿子住在里面？嗯。那好，我去找他谈谈去。你陪一下王先生啊。啊。哎，警官，哎，王先生，不要紧张，这只是普通的谈话而已，没有什么事。我说完就走，山下还有很重要的那个喜酒要等我去吃呢。啊？哎，这在哪里？王先生，哎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你不要激动啊！哎，来，雨大了啊，刚好有个棚子，咱们过去休息一下。干什么你？哎，王先生，放开我！你是警察的流氓。这有什么差别的啊？先生，你慢点啊，不要摔伤了，好不好？配合一下我们警方办案。走啊！手铐拿过来。不好吧？他妈的什么不好？过来！快点！干什么？你放手铐！拿过来！小吴！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给我放他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可是他，你想死是吧？听到没有？啊。
你是那个王先生他儿子阿川吧？
要不是看在王贝贝的面子上，我他妈早就杀了你。小吴，快把我解开！快过来，把我解开！贝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枪不小心走火了。杨警官呢？他死了。他在哪里？在小木屋那里啊。还会痛啊？那死不了。小吴，啊，你扶要到车上，我去看一下。啊。小吴，你调回山上多久了？从警校毕业到现在，应该10年了吧？你还记得5年前我有次打电话给你说我中风的事情吗？当时你还不太相信，在电话中笑着说：“王北北，你中风了，怎么可能打电话给我？”后来还好，你赶来了，要不我这条命也没有了。你知道，阿川生病了，对这种病我一直不是很了解。我有时候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生病。他甚至于变聪明了，完全不像以前的阿川。这几天是我几年来和他一起相处最久，也是讲最多话的时候。我在想，以后大概没什么机会了吧。今天你和杨警官来，我远远的看到你们讲话的时候，就觉得十分不对，所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铁网藏在背后，收想你们。趁杨警官和阿川讲话的时候，从他的脖子插下去，插了好几次，你就拔枪对着我，我抓你的手，在反抗的过程中，枪不小心走火，就打到了阿川，但是你很快就把我制服，把我铐起来了。我这样讲，你听懂了吗？
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有时候你看到的，并不是你真正所看到的。今天你所看到的，完全和阿川无关，听到了吗？那王贝贝，你觉得我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？当了那么多年警察，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？阿川姐姐的后事就拜托你了，麻烦你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把它长起来。所有的事情，你只要听，尽量少讲，赶快把伤养好。你前几天不是有去看他？怎么样？其实他在2个月以前就被送到疗养院了。之前那边人家对他也不错啦，只是他的精神状况不好，所以被转到疗养院。他在那边还好吗？你也知道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疗养院是比较适合他的。虽然他表面不说，但是还是挂念东挂念西的。他一直问我说：“山上怎么样？”山上还能怎么样？不就是这样啊？
疗养院大概都住什么样的人啊？应该都是住像你这样的人。他们住的地方。那你父亲睡这里。他们晒衣服跟洗澡在这里。那你想去会客室见你父亲吗？我可以在这里等他吗？那你等我一下。还好吗？就这样子啊。身上的兰花开得还好吗？很好啊。我觉得今年会更好。现在你知道怎么照顾了吗？知道啊。小吴会帮我，而且我们已经把果园收回来自己弄。下次台风前记得早点采收，不要等到最后什么都收不到。还有，如果下次上山查看水源，记得带多一个人陪你一起去，不要像老孙那样，出了意外都没人知道。还有那个苹果蝗虫啊。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个梦吗？什么梦？就我开车开到一个地方，为了要抄捷径，弯进了一个很窄很窄的山路。
那里是没有办法回转的。我在路上遇到3个拿猎枪的人，他们想要搭便车。我前2天把那个梦做完了。你还记得我上次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让他上车吗？会吗？不会。其实他们3个人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，但是还好我让他们上车了，因为他们上车没多久，就遇到前面的路山崩，路上全部都是土堆啊、石头啊。结果他们3个人就下车，很快的就把土堆还有石头全部移走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一定会被困在那里。过了那段山崩的路，他们3个人就下车了。下车的时候，他们笑着告诉我，再往前走一点就到出口了。但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，我从太阳还在很高的地方一直开到太阳快要下山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口。后来，我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前面走着，我就把车停下来，问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说他迷路了。我叫他上车，他一直都很安静。我就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去哪里？”他说他要回家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小孩告诉我，他叫阿川。